你有過這種經驗？在滑交友軟體的時候，為了讓自己看起來很有質感，特地去借了朋友的跑車拍照，或是跑到高檔下午茶餐廳點了一杯貴得要死的咖啡，就為了拍一張假裝不經意低頭看書的照片。又或者在跟心儀的人聊天時，心裡明明想秒回，卻硬是盯着手機屏幕等了半個小時，就為了玩那套所謂欲擒故縱的把戲，好讓自己看起來很忙，很有身價。老頭子也今天跟你們說句大實話，這根本不叫吸引，這叫商品包裝。你發現了沒有？當你做這些事情的時候，你其實是把自己當成擺在超級市場貨架上的罐頭，你拼命在瓶身上貼滿了各種閃亮花俏的標籤，寫着主打功能、有機認證、限量發售，就盼着某個路過的顧客能把你放进購物車裡。但是你有想過一個問題，如果那個顧客被你的標籤吸引，買回家打開之後，發現裡面裝的其實只是一坨過期的醃漬肉，他會怎麼辦？他只會覺得被騙了，然後毫不猶豫地把你丟進垃圾桶。現在網絡上有太多教人怎麼去吸引对方的課程了，有些所謂的吸引力大師整天在教小年輕怎么展示高價值，教你講話要有神秘感，教你怎麼用話術去操縱別人的情緒。老頭子也看過太多這種半桶水的套路了，這些招式說白了就是騙，而且是那種最愚蠢的自我欺騙。當你用一張精美的面具把人吸引過來，你就等於給自己判了無期徒刑，因為從那一刻起，你只要在對方面前就得一輩子戴着那張面具生活。你不能疲倦，不能示弱，不能表現出你有一點點的庸俗或狼狽，這哪裡是在談戀愛？這簡直是在演一場没有片酬的真人實境秀，而且導演和觀眾都是你的不安。你想想，這樣談戀愛你累不累啊？這種包裝出來的吸引，背後藏着的其實是深深的自我懷疑。你覺得真實的自己太無聊、太差勁，根本不值得被愛，所以你才需要去租跑車，去假裝忙碌，去套用那些冷冰冰的話術。可是感情這東西很奇妙的，它不是買賣，買賣講究的是性價比，是貨比三家。如果你的感情是靠商品包裝換來的，那只要市場上出現一個包裝更精美、功能更強大、價格更划算的新產品，你的伴侶隨時都會移情別戀。所以別再把時間花在研究怎麼包裝自己了。真正的吸引力絕對不是等價交換，更不是靠話術去操縱人心。如果你內心深處是空的，包裝的再好，打開來也只有一股空虛的味道。我們得把焦點從怎麼吸引別人移回到怎麼對待自己身上，否則你包裝的再成功，最後吸引來的也只是想消費你的顧客，而不是願意陪伴你的旅伴。說到這裡，老頭子想起了幾十年前有一個叫埃里希·弗洛姆的心理學老哥，他在他的经典著作《愛的藝術》裡狠狠地給了我們現代人一記耳光。他說，我們大部分人在面對愛情的時候，都有一個根深蒂固的誤區，我們整天都在焦慮一件事情，那就是我怎麼找不到那個對的人？為什麼我都遇不到能懂我、愛我的人？弗洛姆說，這完全是搞錯了方向。現代人把愛當成了對象的問題，但愛其實是一個能力的問題。這話是什麼意思？我們來拆開來聊聊。你想看，今天如果你想學畫畫，你會不會整天坐在家裡抱怨世界上沒有美麗的風景，或者抱怨沒有好看的模特讓你畫？你當然不會這樣做。如果你的畫技很爛，就算把全世界最美的日落擺在你面前，你畫出來的也只會是一團亂七八糟的塗鴉。畫畫需要學習透視，需要練習筆觸，需要花時間去理解光影的變化，這是一門需要實踐的藝術。但是到了愛情裡，大家都變成了巨嬰，我們每個人都指望着自己什麼都不用學，什么都不用改變，只要等那個完美的对象出現，我們的愛情生活就會自動變得幸福美滿了。我們把愛當成了一種運氣，或者說一種被動的感覺。當那股心跳加速的感覺消失了，我們就覺得是不愛了，或者覺得這個人不是對的人，然後拍拍屁股去尋找下一個對象。這就是弗洛姆說的市場導向。在我們這個消費社會裡，每個人都在個性市場上明碼標價。我長得好看，工作穩定，脾氣溫和，這就是我的籌碼。你長得帥氣，年薪100萬，幽默風趣，這是你的價值。我們就像兩個在商場裡討價還價的商人，算計着大家的價值是不是對等，合不合算。如果合算，就簽個合同在一起。這種基於交換價值的吸引力看起來很理性，其實脆弱的跟一張紙一樣，因為這種關係本質上是依賴而不是愛。你之所以被他吸引，是因為他能滿足你的虛榮心，或是能幫你付房租。他之所以愛你，是因為你聽話，會做家務。這不是成熟的愛，這叫寄生。成熟的愛應該是在保持你自己獨立性和完整性的前提下，跟另一個人達成合一。
弗洛姆提出了愛的4個要素：關懷、責任、尊重、了解。這4個東西哪一個不需要花力氣去培養？就拿尊重來說，很多人談戀愛拼命想把對方改成自己喜歡的樣子。他喜歡打遊戲，你偏要他去讀金融書；他喜歡跟閨蜜逛街，你偏要他留在家裡做飯。這不叫愛，這叫佔有，這叫控制。真正的尊重是你把對方看成一個完全獨立的個體，你接納他原本的模樣，而不是把他當成你生命的配件。所以當你下次又在抱怨自己沒有桃花、沒有吸引力的時候，先停下來問問自己，你具備這4種能力了嗎？你懂得怎麼去深入了解一個人，而不是只看他的外在條件嗎？你在对方遇到挫折的時候，有能力承擔起關懷的責任嗎？如果這些你都做不到，那就算月老把世界上最好的人送到你面前，你也只會把關係搞砸。愛是一門手藝，需要你老老實實的去磨練，而不是靠運氣去碰壁。老頭 Z 知道，現在的人都喜歡看科學數據，那咱們就來聊聊正經的心理學研究。為什麼你那些精心設計的吸引技巧，往往會在關係的後半段把你徹底搞砸？這就要提到社會心理學裡非常經典的自我擴展理論。這個理論說，我們人類的本能裡有一種強烈的渴望，就是去擴展我們的生命邊界。當我們跟另一個人建立親密關係時，我們會把對方的資源、觀點、身份融入到我們自己的自我認知裡。簡單來說，就是因為有了你，我的世界變得更寬廣、更有趣了。這種自我擴展的感覺會帶來大腦多巴胺的瘋狂分泌，這就是熱戀期那種讓人欲罷不能的吸引力來源。但問題來了，如果你想讓別人跟你在一起時產生自我擴展的感覺，你首先得是一個有內容的人啊！你想看，如果你每天的生活就是重複那幾件單調的事兒，上班摸魚，下班躺平，滑手機到半夜，對世界沒有任何好奇心，也没有任何想要提升自己的意願。當另一個人走進你的世界時，他很快就會發現你的邊界就只有那麼一丁點兒大。他花了1個星期就走完了你所有的領地，接下來的每一天都是重複。這時候，那種自我擴展的吸引力就會瞬間清零，取而代之的是無盡的沉悶。很多叫吸引術的人會讓你用偽裝的方式去創造短暫的自我擴展幻覺。比如在聊天中拋出一些你根本不懂的哲學名詞，或者裝作去過很多國家旅遊，這種幻覺撐不了多久的。當你們真的在一起，要面對柴米油鹽，要聊對未來的規劃時，你的空洞會像海嘯一樣湧上來。這就是為什麼很多人總是卡在交往前3個月，因為你的包裝紙太薄，裡面的空虛一下就被看穿了。再來說說依附風格。心理學家把人的關係模式分成幾種，其中最麻煩的就是焦慮型和逃避型。焦慮型的人整天害怕被拋棄，恨不得一天24小時貼在對方身上。逃避型的人只要感覺對方靠近，就會像刺蝟一樣縮起來。很多網絡上教你的欲擒故縱，說穿了就是教你假裝成逃避型，用冷漠來勾起焦慮型伴侶的恐慌，從而讓對方更加黏你。這簡直是在玩火。這種利用對方的焦慮和不安來建立的吸引是極度不健康的。這是在給你們的感情埋定時炸彈。當你用冷漠去刺激對方，對方的確可能會因為害怕失去你而妥協，但與此同時，他對這段關係的安全感也被你親手摧毀了。時間久了，這種關係就會變成無休止的爭吵與內耗。真正的內在提升，是你要努力讓自己走向安全型依附。安全型依附的人不害怕展現熱情，也不害怕給對方空間，他們對自己的價值有穩定的認知，不需要靠別人的秒回訊息來證明自己被愛。當你擁有這種心理韌性時，你散發出來的氣場是放鬆的，是自信的。這種穩定感在現代這個充滿焦慮的社會裡才是最稀缺、最強大的吸引力。還有，很多人特別信奉吸引力法则，覺得只要每天在心裡默念“我很迷人，我會遇到真愛”，宇宙就會派一個白馬王子來敲門。老頭 Z 得跟你們說，別傻了。心理學上確實有吸引力法則的合理解釋，但那不是因為宇宙有神秘力量，而是因為選擇性注意力和自我實現預言。當你下定決心要提升自己，開始看書、運動、學習新技能時，你的大腦會自動過濾掉那些無效的雜訊，把注意力集中在能讓你成長的資源上。因為你的行為改變了，你出入的场合变了，你說話的談吐变了，你自然會遇到那些同樣在進步的人。這不是宇宙的恩賜，這是你用自己的行動把那些對的人吸引到了你的生活軌道上。所以別再空想了，動起來吧。老頭 Z 光說理論可能有點悶，我來給你們講2個我身邊朋友的真實故事，都是我親眼看着發生的。
聽完你們就知道什麼是真正的引力，什麼又是虛無的包裝。第一個故事的主角是我以前認識的一個小老弟，叫阿強。阿強這個人很有意思，他是那種標準精緻利己主義的實踐者。為了讓自己看起來有吸引力，他幾乎把生活過成了一本教科書。每次出门，他的頭髮永遠梳得一絲不苟，衣服絕對不能有一點點褶皺。跟女生約會，他會提前3天把餐廳訂好，而且一定要是那種在網絡上很紅、拍照很好看的米其林餐廳。阿強說話也很講究，他刻意練習過自己的語音，說話永遠慢條斯理、客客氣氣，連笑的弧度都像是用尺量過一樣。他隨時隨地都在展現他的高價值，聊他的股票投資，聊他對紅酒的品味。可是阿強的戀愛路卻坎坷得要命，他交過幾任女朋友，但每一個都在3個月內主動跟他提分手。阿強委屈得要死，跑來找老頭 Z 喝酒抱怨。他說：“我對他們那麼好，約會我買單，說話我溫柔，我也很有上進心，為什麼他們說對我沒有感覺？”後來我跟其中一個女生聊過，她跟我說了實話。她說跟阿強在一起，我感覺自己像是在跟一部高精密的 AI 機器人談戀愛，他太完美了，完美到沒有一絲破綻，這讓我感到窒息。我不敢在他面前大笑，不敢穿太隨意的衣服。甚至當我工作遇到委屈想哭的時候，他只會冷靜地幫我分析1、2、3、4，然後告訴我要怎麼優化。他從來不展現他自己的疲憊和脆弱，這讓我感覺我根本走不進他的心裡。阿強的完美其實是一堵高高的牆，他把真實的自己鎖在裡面，也把別人擋在外面。而第二個故事是我另一個朋友老吳。老吳長得真不算帥，個子矮矮的，還有點中年發福，工作也就是個普普通通的工程師。但是老吳在我們朋友群裡人緣好得不可思議，而且他的歷任女友都對他死心塌地。老吳約會的時候可沒阿強那麼多講究。有一次他帶心儀的女生去吃路邊攤，結果那天風大，他吃麵的時候湯汁不小心濺到了白襯衫上，留下一大塊黃色的字跡。要是阿強遇到這情況，估計當場就要崩潰，回去換衣服了。但老吳沒有，他只是哈哈大笑，抽了張面紙，一邊擦一邊調侃自己說：“這下好了，這件衣服直接升級成限量版麻辣鴨血配色了。”老吳從不避諱展現自己的糗事，他會主動跟女生分享他小時候尿床的經歷，會承認自己其實很怕蟑螂，會坦白自己現在薪水不高，買房壓力很大的焦慮。但他這種坦白不是那種祥林嫂式的抱怨，而是一種老子就這樣，但我依然在認真生活，認真逗你開心的坦然。跟他在一起的人會感到一種無與倫比的放鬆，因為他敢不完美，所以對方在他面前也敢卸下面具。你可以素顏，可以大口吃肉，可以分享你那些上不了台面的小缺点。這就是心理學家布瑞尼·布朗說的脆弱的力量。真正的吸引力不是來自於你表現得有多完美，而是來自於你敢於展現自己的不完美，並且接納這份不完美的勇氣。當你敢在對方面前展現你的軟肋時，你其實是給了對方一個機會，讓他可以用他的溫暖來擁抱你。這種真實的連結，才是任憑風吹雨打都拆不散的真正引力。阿強想靠完美來贏得愛，卻只換來了疏離。老吳用真誠展示了脆弱，反而收穫了深情，這就是最諷刺的現實。聽到這裡，你們肯定會覺得老頭自己今天這期節目很有正能量，對吧？教大家要內在提升，要擴展自我，要建立安全感，還要像老吳一樣勇敢展現脆弱。但是老頭自己接下來要跟你們說些不中聽的話了，我要把前面說的這些東西全部推翻。你有沒有發現，現在自我提升這4個字已經被我們玩壞了？它在很多時候已經不是一個讓我們變好的工具，而是變成了一個逃避現實的庇護所。我身邊有太多這樣的人了，30多歲了，從來沒談過一場正經的戀愛。每次我問他們要不要幫忙介紹個對象，他們總會用一種非常冠冕堂皇的理由拒絕我。他們會說：“老頭 Z， 我現在工作還不夠穩定，我想先拼一下事業，或者說我覺得我現在的心理狀態還不夠成熟，我需要先把自己修煉好，等我變成一个足夠好的人，我才有資格去愛別人。”老頭 Z 今天就要指着你的鼻子罵醒你，這根本不是什麼上進心，這叫懦弱，這叫逃避。你把自我提升當成了你無限延期愛情的擋箭牌，你覺得只要自己還不完美，你就可以理直氣壯地躲在安全區裡，不用去承受約會可能被拒絕的尷尬，不用去面對2個人相處時的摩擦，更不用去承擔失戀時撕心裂肺的痛苦。你用自我提升這個高尚的標籤，掩蓋了你內心深處對親密關係的恐懼。我想問問你，
到底什麼樣才叫足夠好？年薪100萬，買了3房1廳，還是要拿到心理諮商師的證照？這個世界上有完美的狀態嗎？老頭 Z 每天早上醒來，照鏡子看着自己日漸後退的髮際線，我依然覺得自己身上有一堆毛病。我要是年年都等自己完美了才敢往前跨一步，那我這輩子估計只能在原地打轉。如果你一定要等到自己萬事俱備、毫無瑕疵的時候才去談戀愛，那老頭 Z 負責任地告訴你，你這輩子只能跟鏡子裡的自己談戀愛了。因為在這個不完美的世界上，根本就沒有不完美的兩個人能夠拼湊出一個完美的愛情。愛這東西，它從來就不是等你在溫室裡長成一朵無瑕的花之後，再去等待別人來欣賞的靜態展覽。愛是一場冒險，是一場你要帶着你滿身的泥濘、你的自私、你的敏感，同時對方也帶着他的固執、他的怪癖、他的缺點。兩個人在崎嶇的道路上互相碰撞、互相摩擦，一邊受傷又一邊互相包紮的動態過程。你那些所謂的內在引力，不是在你修煉到安全感100%之後才會產生的，而是在你明知道自己會受傷，明知道對方可能會讓你失望，但你依然拍拍身上的灰塵，勇敢地伸出手去牽住對方的那一瞬間產生的那種因為勇敢而產生的光芒，才是真正能把另一個靈魂吸引過來的磁場。所以別再拿自我提升當借口了，別在你的城堡裡當國王了。感情的戰場雖然會讓你流血，但那是唯一能讓你學會怎麼去愛的地方。聊了這麼多，我們最後來點實際的。既然那些花哨的話術是假的，無限期的自我提升又是逃避，那我們到底該怎麼做才能在這個浮躁的時代建立起真正持久的內在吸引力？老頭 Z 給你們理了幾個實用的步驟，這不是什麼大師秘籍，這是我觀察了無數親密關係得出的結論。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停止用任何技巧和話術去試探別人。在人際交往裡，真誠是唯一的通路。當你想回訊息的時候就回，不用去算計要等幾分鐘。當你想稱讚對方的時候就大方稱讚，不用去玩什麼打壓對方以顯得自己地位高超的套路。你要明白，所有的話術在聰明人眼裡都像小丑演戲一樣滑稽。當你放下這些算計，用最真實的態度去對待別人的時候，你其實是在做一次篩選。那些會因為你的真誠而留下的人，才是真正配得上你的人。而那些需要你用話術才能留住的人，遲早也會因為你的怠慢而離開。第二步，去擴展你的生活，但出發點是為了取悅你自己，而不是為了吸引別人。去讀一本你一直想看的書，去報名一個你想學的木工課程，去清晨的公園跑跑步。當你做這些事情的時候，你的目的不是為了發朋友圈炫耀，也不是為了在相親時多一個談資，而僅僅是因為你想探索這個世界，你想讓自己的靈魂變得更有趣一點。當你的生活充滿了真實的體驗和熱情時，你的眼神裡会有一種光芒，那種對生活的好奇心比任何昂貴的香水都更能吸引人。你會發現，當你不再刻意去追逐蝴蝶的時候，你已經為自己種下了一整片花園。第三步，建立起你健康的心理邊界。一個有吸引力的人，絕對不是一個只會說好、沒有脾氣的便利貼女孩或工具人男孩。敢於說不，敢於表達你的不滿，敢於在別人侵犯你底線的時候展現你的鋒芒，這才是高級的性感。邊界感意味着你尊重自己，也意味着你要求別人尊重你。當你有了清晰的界限時，別人才會真正把看作一個值得尊重的個體，而不是一個可以隨意揉捏的橡皮泥。最後，去實踐弗洛姆說的愛的藝術。在你的下一段關係裡，試着少問一句他能帶給我什麼，多問一句我能為他的生命帶來什麼改變。試着去關懷他的情緒，去承擔你們關係中的責任，去尊重他的獨立，去深入了解他面具底下的靈魂。老頭 Z 今天就跟你們聊到這裡。你覺得自我提升是解決吸引力問題的解藥，還是你害怕受傷的擋泥牌？或者你有沒有在愛情裡因為太過真誠而受傷的經歷？都可以在底下的評論區留言，老頭 Z 會一條一條看。但看完影片之後，也別光顧着留言，把手機放下，去跟那個你一直想聯絡卻不敢聯絡的人說句最簡單的問候。人生就這麼幾十年，別老把時間花在給自己包裝上，勇敢一點，去愛吧。我們下期人生觀測站再見。